空袭北约藏核基地，狂轰乱炸邻国能源命脉，伊朗似乎不再克制了。一边对众所周知的禁忌核武库下手，另一边又将导弹直接对准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心脏，全球油价都跟着飙升。再一看，20天的功夫，真实承诺4这个行动竟然已经打了60多轮了，但是对美以造成的损失却十分有限。伊朗到底打算干什么？为什么伊朗的反击不见动静？难道伊朗真的是打算拖全世界一起下水吗？对于核设施这个禁忌，全球其实都有一个默契，能不碰就不碰，尤其是打起来的时候。但是这次伊朗却率先控诉，说导弹击中了他们的布什尔核电站，连俄罗斯也站了出来，说导弹击中了核电站气象服务楼附近，那个地方还有运行中的发电机组。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随后声称，他们收到了伊朗的通报，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防止核事故风险。其实对于这件事，火力军是有些怀疑的。目前所有关于布什尔核电站遭袭的说法，全部来自伊朗和俄罗斯两家，根本没有第三方独立验证。我们再看布什尔核电站的位置，就在波斯湾岸边。如果真的要对这里动手，炸出来核泄漏，辐射物质顺着海水一扩散，遭殃的不光是伊朗，海湾国家一个也逃不掉。所以美以根本不可能碰这个地方。当然，更让火力军怀疑的是伊朗的态度。如果真的有人敢动核电站，那可是踩了天大的红线。按照伊朗以往的作风，怎么也得当场跳起来，然后把卫星图、现场视频全甩出来，满世界喊冤。结果伊朗完全没有，喊了几句，然后说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就结束了。与之相对，伊朗对土耳其藏核基地的袭击，这些可是有实打实的证据。短短10天时间，北约的防空系统在土耳其上空接连拦下了3枚弹道导弹，这些导弹来向正是伊朗。第一次是3月4日，导弹残骸掉在了哈塔伊上；第二次是3月9日，碎片落在了加济安泰普。最重要的是3月13日，土耳其南部阿达纳地区的居民被空袭警报惊醒，有人甚至直接拍到了夜空中导弹被拦截的画面。土耳其国防部随后确认，这次导弹的目标是北约在土耳其南部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这里存放着大约50到60枚美国的 B61战术核弹，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，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核武储备点之一。朝着这里发导弹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奔着核武库来的。B61不是反应堆，不会发生大规模爆炸，但一旦被导弹命中，引发常规炸药爆炸，核材料就会被抛散到大气中。土耳其南部数百万居民将面临直接辐射暴露，更严重的话，整个东地中海沿岸都会被波及。鉴于这一系列动作，世卫组织直接喊话了，他们正在为中东地区的核事件做准备，包括核设施遭袭，甚至核武器使用的场景。如果说打土耳其还算是打击北约军事目标，那伊朗对海湾能源设施的狂轰乱炸，才是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就在3月18日晚上，为了报复以色列对南帕尔斯7天的袭击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份紧急警告，直接点名沙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3国，将3国的能源设施列为了打击目标，要求附近居民和工人立即撤离，说接下来几个小时就要动手。这不是嘴上说说，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遭到5枚弹道导弹袭击，卡塔尔国防部说拦截了4枚，但仍有1枚击中目标，造成巨大财产损失。随后，卡塔尔直接下令驱逐伊朗外交官。同一天，伊朗宣布成功打击利雅得郊区的油气联合炼油厂。阿布扎比也没逃过，哈布山气田和巴布气田也挨了导弹，虽然被拦截，但碎片落地，设施直接停摆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伊朗等于在跟整个海湾宣战。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，3月7日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公开向海湾国家致歉，说只要海湾国家不配合美国，伊朗就停止袭击。但在此期间，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可没停过，真实承诺4可是打了60几轮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盘点一下这60多轮反击，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对美以来说，所谓的反击纯属雷声大雨点小，以色列本土确实遭遇了袭击，但是以色列民众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美国那边也是，伊朗只敢对美军基地下手，炸基地、毁雷达，但是算来算去，对美以最大的伤害，可能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油价飙升。这能算实打实的反击吗？这种算什么报复？从2月28日哈梅内伊身亡开始，伊朗就启动了代号为真实承诺4的大规模报复行动。革命卫队的声明写的那叫一个狠，要彻底摧毁以色列，要连根拔起美军基地，后面更是要喊着复仇，和美以清算血债。总之口号喊得格外响亮，但是一看实际战果，实在有些尴尬。我们来看实打实的数据分析。根据统计显示，到3月13日，伊朗发射了2400多枚导弹和3500多架无人机里，真正打到以色列本土的就没多少，剩下的全砸在了海湾国家头上。阿联酋最惨，伊朗导弹大部分都是冲着他去的，一下子挨了1468发。
科威特562发，巴林231发。我们继续看，这么多导弹到底都打中哪里了？伊朗官方天天说自己打了哪里的美军基地，炸了哪里的弹药库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实打实造成损失的全是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。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油港，沙特的拉斯坦努拉炼油厂，伊拉克的马季努恩油田，卡塔尔的拉斯拉凡。要说起来，做伊朗的邻居真是不好过。战争不是自己发起的，从头到尾只想保持中立，结果伊朗摆明就一个态度：什么你敢中立，那你就是在配合美国，那我就要打你，然后咣咣往你头上扔导弹。3月14日，阿联酋外交顾问加尔加什直接开喷，说伊朗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来报复美以，这反映的是军事无能、道德破产和政治孤立。这话说得够狠的，但细想一下，人家说的有道理。打不过美以，就拿海湾邻居撒气，这不是无能是什么？3月18日这一轮之后，卡塔尔也炸毛了，直接把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。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也哀叹，说伊朗和海湾国家仅存的信任已彻底崩塌。说白了，伊朗这边真正拿得出手的，本质上就一样，能源。他只敢也只能拿能源威胁全世界。但是这种打法恰恰暴露了伊朗的尴尬，因为这说明了伊朗自己也清楚，按照常规军事打击，伊朗无论如何也是打不动美以的，所以才只敢这样威胁。最后的结果就是60多轮轰炸，炸得最响的反而是伊朗自己的口号，还有全球的油价。外界讨论的全是伊朗要清算，但是怎么清算，清算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伊朗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为什么打成这副德行？是真打不动，还是根本不敢打？其实说白了，就2点原因：自己不行，对手太强。可能有很多人听着伊朗喊的口号就觉得热血沸腾，就觉得伊朗这一次一定会卯足劲对抗美以。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伊朗长久以来的作战特点。伊朗这个国家有个老毛病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真动手的时候却总是畏手畏脚。咱们翻翻历史就明白了。2020年1月，苏莱曼尼被美军定点清除，伊朗当时直接放话说要让美军尸横遍野，结果就是往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扔了10几枚导弹。打之前还提前通报伊拉克政府，美军人员早躲进掩体了，没死一个人，然后就宣布严厉报复已完成，这件事就这样翻篇了。2024年4月，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被炸，革命卫队高官死了好几个。伊朗又放狠话了，说要让以色列后悔，然后发了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，结果大部分都被拦下来了，只有几枚漏网的砸在空旷地带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伤害。到了这次也一样，虽然哈梅内伊身亡给他们上了一层实打实的复仇 buff， 但是长久以来的习惯是改不掉的，因为伊朗根本不敢把美以打疼了，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。先说导弹，这是伊朗最引以为傲的家底。根据公开数据，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导弹库，号称有2-3千枚各型导弹，但里面的水分太大了。真正能威胁以色列本土的是各种中远程型号导弹，比如射程2000公里的海吉尔、霍拉姆沙赫尔，这些导弹满打满算也就几百枚。而且经过前几轮美以的定点清除，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被严重消耗。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显示，战争打到第10天的时候，伊朗的导弹发射量就断崖式下跌。更致命的是精度问题，伊朗那些老式的沙哈布系列导弹用的是液体燃料，发射前得加注燃料，还没打出去，卫星都拍得一清二楚，而且精度感人。专家评估说，早期导弹成功率只有50%，落点误差超过1公里。虽然后来搞出了法塔赫这类新型导弹，号称精度20米，但数量有限，根本形不成规模。所以伊朗的战术就一个字：堆，用无人机数量硬怼，赌的就是把对方的防空导弹打光了。因为见证者无人机成本2-3万美元，对方拦截用的爱国者导弹一发400万美元，只要把你耗穷了，我就赢了。但是美以又不傻，明知道你要跟我耗，我难道就要乖乖跟你耗吗？人家索性换一个战略，你拿无人机当神器是吧？我一边从乌克兰那边引进外援，专门打你的无人机，一边打掉你的无人机生产基地。你的无人机再厉害，生产不出来又有什么用？而且伊朗忘记了，它和美以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防空差距。比起伊朗脆弱的防空系统，美以这边的防空体系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。以色列这边远程有箭式反导系统，专门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；中程有大卫投石索，专门对付中近程导弹；近程有铁穹，专门拦截火箭弹和迫击炮。3层防空网叠在一起，不同高度的来袭目标全都有应对方法。海湾国家也一样，清一色的美式装备，爱国者打低空，萨德守高空，足以拦截伊朗的绝大部分导弹了。除了军事上的硬差距，伊朗还面临一道无形的墙——国际上的压力。伊朗以为自己在对抗美以，实际上却是在跟全世界作对。这边一打起来，他就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试图把战争代价转嫁给全世界，借此机会来向美以施压。算盘打得精明，但是他这些操作早就引得国际社会不满了。伊朗清楚自己在这上面不占理，所以他们在外交场合的回应就永远那一套：
是美国和以色列先动了手，伊朗没想打仗。问题是这话说给谁听？美伊冲的是伊朗，但是海湾国家挨的导弹是你伊朗发的，商船是你伊朗炸的，你说是美伊的责任，这话谁听谁想笑。这就是伊朗现在的困境，打美伊打不动，豁出去跟美伊打，那就是奔着把自己打没的节奏去的。退一步来打海湾国家，但是打狠了自己不占理。进退两难之间，他只敢在红线边缘反复试探，最后只剩下了一件事：口号往大了喊，导弹往小了打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伊朗是怎么把仗打成现在这样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